在大学里，辅导员不在乎你挂科逃课逛夜店，他们只在乎你会不会死在学校里。很多看似岁月静好的大学都有不能说的黑幕。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一所传媒学校里头，就发生过学生死在学校里的事情。具体哪一所我不能说，学校给了封口费，还用顺利毕业来威胁我们闭嘴。现在我已经毕业好多年了，就想把这个故事说出来，尽量不带感情色彩，只讲亲身见闻。我和死者的关系还不错，做什么都会叫上他，把这件事说出来，是想还原一下事情的真相。因为这个故事有2个版本，至今还在学校流传的是其中一个不完整的版本，后面出现的名字都是化名，不必去查，也不必追根溯源。刚入学时，新生都要做心理问卷调查，最后一题就是你家族是否有精神病史。一般人在这里都会填真实信息，后来我们问过老师，自杀的那个同学也填写了真实信息，他有中度抑郁症，这里就叫他闷葫芦吧，这是我们寝室里给他起的外号。起外号不是欺负他，大家都有外号，大学里的男生大家都懂，总是开一些不切实际的玩笑。在寝室里，我们注意过闷葫芦总吃药，后来才知道那个药叫盐酸帕罗西汀片，专治抑郁症的。盐酸帕罗西汀片一板是10片，每片中间有一条缝，可以掰开。我们每次看闷葫芦吃药，一般都是吃1.5片。那时候是大一下学期，刚下晚自习回来，没看见他，就看见他桌上有一个空了的铝箔药板。事后回忆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和另外几个室友都觉得是闷葫芦当天晚上一下子吃完的，也可能是那个药片原先吃了不少，他只是当天晚上恰好吃完了。说到这，大家应该也猜得出来，这个自杀的闷葫芦是我室友。一个寝室4个人，我们3个一个班，闷葫芦是另外一个班的，所以我们平时不太清楚他的情况，只知道他成绩很好，才大一下学期就已经是预备党员，评优评先一定有他。主要是长得也好看，不是阳光帅气的好看，是那种皮肤很好的一般长相。毕业后第2年我才知道，这种好看叫五官端正。除了平时不爱说话，他就是个完人。但是他没什么朋友，除了和我们在一块，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周末总是早出晚归，有时候干脆不回来。我们之前问过他去哪了，他也不告诉我们，只是苦涩地笑一下。打工，我们知道他家庭条件不富裕，而且他自己经常吃药，所以生活费总不够用，因此会打临时工。上学期是在食堂勤工俭学，下学期就去当家教了。所以我们寝室的哥们都挺照顾他的。那天是周五，晚上11点多了，他还没回寝室。寝室一般10点门禁，11点已经不能出入了。我们觉得他今天可能又去兼职了，因为是周五，明天不上课，大家都想睡懒觉。所以我们没锁门，如果闷葫芦白天回来了，自己就能进来，省得敲门把我们叫醒。然后大家就上床睡觉，倒头就睡。爱运动的男孩子睡眠质量都不差。第2天，一个哥们被尿憋醒，他当时迷迷糊糊，眼睛也没睁开，完全是凭着感觉下床，穿拖鞋，然后往卫生间的方向走，肩膀撞到什么东西，太困了也没管。放完水后，他又沿着原路返回，这次又撞上了什么。他刚放完水，意识清醒了点，就睁眼看了下撞到的东西，瞄了一眼，吓得把椅子和墙边的鞋架都压倒了。啊！我们被这个声音吓醒。怎么了？我刚问出口，就和当时掉在半空的闷葫芦四目相对。那时候他的遗体在半空打转，正好转到我的方向，眼珠朝上，眼白对着我，舌头压在下嘴唇上，舌尖出来一点点。那时候的感觉我记得很清楚，大脑瞬间空白，心脏揪紧一样，浑身激烈的哆嗦，一口气进进出出，险些憋死。我们看到了吊死在电风扇下的闷葫芦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都是来读大学的，同一个寝室里的室友死了，还是在我们熟睡的时候默默吊死的。最关键还就在我们身边，那种不寒而栗，现在想起来都害怕。回想那一天闷葫芦到底是怎么死的，我们都在猜测。也许是凌晨，我们睡得深的时候，他回到寝室找了根绳子，穿过墙顶吊电风扇用的铁钩，然后打了个绳结。我们赶快穿好衣服，没敢动现场。我跟一个室友出门叫宿管，剩下的人就负责别让其他同学进来，顺便打电话通知辅导员。一路上总有同学问我们，死人了？真死人了？听说是吊死的，真的假的？我虽然平时总把死干掉之类的话挂在嘴边，但真的看到人死了还是会害怕，所以我们守口如瓶，什么也没说。如果遇到熟人追问，就骂骂咧咧的对他，要命的事情就闭嘴吧，积点德。我们一路小跑找到宿管大妈，和她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宿管大妈听到这事也吓到了，手一直放在胸前抖动，不想跟我们去，一直东躲西藏。后来是辅导员来了，宿管大妈才不情愿地跟上去。结果辅导员看了现场后，觉得事情太大了，于是就叫来了领导，领导看了现场，又叫来了更大的领导。到最后，校长、校书记、系书记都来了。校长一来就问我们，这是没跟别人说吧？我摇头，没有，第一时间就联系辅导员了。校长点头，做得对。然后校长跟后勤部长一起进了寝室，系书记和校书记则把我们带到走廊开始询问。系书记什么时候死的？
不知道，我们昨晚11点睡的，早上就发现他死了。系书记，一个大活人在你们3个身边吊死了，你们就没注意？一个室友答，我们都睡得很死，没注意。系书记，是不是你们3个看不惯他，把他杀了？我听完生气，就大骂，你别侮辱人啊，我们跟他的关系很好。校书记也对系书记说，老王，工作态度严谨一点，怎么随便怀疑自己学校学生的人品？然后校书记问我们，他昨天晚上也在寝室里睡觉？我答，没有，我们昨晚11点上床睡觉的时候，他还没回寝室，我们给他打电话发短信，他都没回，我们担心他可能明天早上回来的早，就没锁门。说完，我把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给校书记看。校书记拿走我的手机，不光只看了昨天的信息，还看了早些日子的。不过也没什么可看的，早几天的聊天记录都是什么带饭带水回来开黑之类的内容。校书记看了会儿，觉得没什么，就把手机还给我，然后问他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。我答，他和我们不是一个班的，他和自己班上的同学关系不好，然后他会吃药，就是他桌上那个。系书记听到这也进了寝室，没过1分钟就出来了。他跟校书记说，盐酸帕罗西汀片是抗抑郁的药，这学生有抑郁症啊。校书记听完，心里好像拿定了主意，和系书记互相点了点头。系书记说，有抑郁症应该就是自杀的了。校书记对我们说，这几天你们睡招待所，你们寝室的东西暂时不能动，一会儿警察来了，问你们什么，就像现在一样打。我们知道他有抑郁症时很惊讶，但更多是松了口气，像是终于要洗清嫌疑一样。可转念一想，又觉得后怕。从我们发现闷葫芦的遗体到现在已经1个多小时了，他还吊在那，没人想过把他放下来。正当这时，校长和后勤部长从寝室出来，他脸色不好，看了眼校书记，问是不是该通知派出所的同志了。校书记点头，可以通知了。这样，我们先去调监控看一下，没问题再请派出所的同志来。老实说，我听到他们的这段对话时，心里充满了鄙夷。难怪只要有人来查监控，他们就说监控坏了，在检修。怕是早就删除了监控内容，没什么能拿给别人看的，只能撒谎。后来，校长、后勤部长、保卫处长、系书记、辅导员，一共5个人带着我们去了监控室。其余的几位领导去干什么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老实说，虽然现在是大白天，但监控的内容还是让我们在场的每个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南寝的监控室就在宿管的房间里。领导让宿管调出我们那的监控，然后就看到画面上，在凌晨2点的时候，闷葫芦从走廊尽头出现。他走到寝室门口，刚把手放在门上，然后画面就静止了。宿管还以为是碰到了暂停按钮，却发现监控画面右下角的时间一直在变，不是画面停了，是闷葫芦没有动。于是宿管按了快进按钮，快进了2分钟，走廊的灯黑了，但是监控都带有夜视功能，还是能看清闷葫芦的动作。他依然没动，持续了足足5分钟。之后，他才把手从门上放下来，拿出手机，翻了一下，把手机放回口袋，还是没进寝室，转身走了。宿管顺着闷葫芦离去的方向，调出了那边的监控。后来的画面就很诡异，这个闷葫芦在整个凌晨2点到3点的时间里，一直在宿舍楼的走廊上走动，从5楼走到3楼，从3楼走到顶楼。夜深了，学生都睡了，它就像是午夜的幽魂，在监控里是白色的，在各个楼层游荡。感应灯黑了又亮，亮了又黑。他时不时地蹲下哭泣，又时不时地找到楼梯中间的窗户。他会站上窗台看下面的景色，然后畏畏缩缩地回到楼梯上，又蹲在地上哭。在那种黑白色的监控画面中，我们围观着这一幕，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压抑。这个监控的画面就像是一幅被黑色蜡笔描乱过的恐怖画布。后来，监控里闷葫芦去了顶楼，在短暂的监控盲区后，他重新出现在画面里。这时候的他走到墙边，爬上栏杆，看着楼下。我能感觉到他有一跃而下的冲动，可也感觉得到他在害怕。他做出了原地跳远的起跳动作，反复了好几次，可他最后还是没能跳下去。也许是畏惧坠楼后身体变成血肉模糊的样子吧。只见他把手伸进口袋，居然拿出了一捆尼龙绳，监控上看得不仔细，但应该就是他上吊的那一根。闷葫芦像下定决心一样，转身下楼，直接冲向5楼。这次他来到寝室门前，没有犹豫，慢慢地推开寝室的门，进入其中，然后再也没出来。短短2个小时的画面被快进了7次，我们实际看到的画面只有不到15分钟。就是这短短的15分钟，让在场所有人的情绪都压抑了。校长的脸色最难看，他叹气，哎，平时还是没有做好同学们的心理健康教育。这位同学踌躇了2个多小时，还是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我也觉得心酸，他下定决心去死的时候，得多绝望啊！派出所介入后，这个事件很快定性，结论就是抑郁症患者自杀。校方也开始同步做起公关工作。在校内打压学生们对这件事的讨论热情，在校外利用传媒学校的影响力，限制媒体传播报道此事。我们宿舍3个人做完笔录后，停了2天课，都在配合警方调查。
说是配合调查，其实警方并没有太重视这件事，他们只是确认了闷葫芦的抑郁症患者身份以及他的人际关系，据说也调查了手机。只不过手机在他的口袋里已经被格式化了，所以警方并没有通过手机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，干脆就结合法医的尸检报告，以自杀结案。后来后勤部长跟我们说，那间寝室暂时不要住人，你们收拾收拾东西，搬到3楼的空寝室去。好，后勤部长刚要走，又想到什么，回来跟我们说，警方在搜查的时候搜到了电吹风、热水壶和飞机杯，飞机杯还有2个。我一听，立刻看了身后2人，那2人畏畏缩缩，不太好意思。我不用这玩意，所以很清楚那东西是谁的。后勤部长也是明眼人，只对我说违规物品罚没，但这次不处罚你们，还会往你们每个人的饭卡里充8000元。这件事你们从今以后不要跟人提，如果跟人提了，这笔钱不光要退回来，学校还会让你们立刻退学。我们接受了闷葫芦自杀的结论，也被迫接受了学校的条件。后来我们带着各自的行李搬到了3楼，在路上我们看见了闷葫芦的父母，那是2个看上去打一辈子工的人，就是那种普通小区里最普通的中年人。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中年丧子的悲痛。好在校方和警方保护了我们的身份，没让我们和闷葫芦的父母见面。当然了，这只是客套话，真实的原因是校方怕我们和闷葫芦的父母见面后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所以没让我们见面。一个抑郁症患者因为无法适应大学生活，选择在寝室里放弃自己的生命。到这里为止，就是目前流传的版本，也是除我之外所有人了解的版本。事实上，这个故事没有结束，这个故事的后续就是另一个不为人知的版本。也许你们很多人看完我口中的这个版本后，都会怀疑它的真实性，但只要你们稍稍看过一些新闻，就会知道，大学里骇人听闻的事情多了。搬到3楼后，又过了2个星期，我们还没有从那件事的阴影中恢复过来。直到最近，我们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。不只是我们，大半个男寝几乎都是彻夜亮灯的。男寝里死了人，还是吊死的，难免人心惶惶。周五下课后，我趁着中午午休的空当，回寝室拆枕套，准备清洗，发现了枕套里的一张纸条。纸条上写着顶楼东门出口第2根通风柱的地砖，940821。我上一次洗枕套是在1个月前，那时候枕套里可没有这张纸。后来我想了一下，可能是闷葫芦在吊死之前塞在我枕头里的。我暂时没有告诉另外2个人，只是等他们不在寝室的时候翻了翻他们的枕套。他俩不像我那么讲卫生，枕头套用了2个学期都没洗过，都发黄了。简单翻动一下，确认里面没有东西。于是我肯定这是只留给我的东西，上面写了地址，还有一串数字。这串数字我知道是他的生日。那这个地址呢？我决定去看看。我下午就去了顶楼天台，这个地方在事发后就锁起来了，生怕再有学生会想不开。好在学校还没来得及把一旁的窗户堵死。我通过窗户翻到天台上，然后找到纸条上写的位置。我发现这个位置就是当时监控的盲区。那时候闷葫芦在盲区停留了一段时间，难道就是在这根柱子附近藏东西？围着这根柱子走了一圈，发现地砖有一块很松，轻轻一扳就起来了。在底下压着一张农行的银行卡，银行卡上裹满了淤泥，已经发臭了。我先把银行卡从淤泥里抠出来，抓在手里，跑回寝室。当时我也不知道银行卡能不能水洗，所以就先刮掉银行卡上的淤泥，然后用湿纸巾一点一点的洗干净。看着这张银行卡和纸条上留下的生日，我心里暗暗自喜欢，能串联起来了。这个生日大概就是银行卡的密码。我趁没人的时候去到学校里的自助 ATM 机，插入银行卡，发现卡没有损坏，还能用。于是输入他的生日，真的是密码。点击查询余额，里面有4700700多元。我想不通闷葫芦怎么有这么多钱，所以我这次去了校外的农业银行，在自助柜台查询银行卡的交易记录，发现这些钱都是5000的汇进银行卡里的，一共汇了10次。除此之外，银行卡里就是每个月1300元的生活费。我知道他每个月光买药就要花700元，留下生活的钱只有600元。看得出来，闷葫芦在吃喝方面一向很节俭。我又看了下那些5000元款项的汇入日期，其实这些日期蛮有规律的，分别是3月17日、24日、31日，4月7日、14日、21日、28日，5月5日、12日、19日，一共汇款10次，共计5万元。每隔1个星期就有一次，最近一次是在3个星期前。看了眼日历，汇款日都是在星期天。汇款记录恰好就是断在了闷葫芦自尽的那周。我越发觉得闷葫芦自尽的原因不简单。我想查一查是谁给闷葫芦汇的款，但自助柜台上不能查询汇款人的账户信息，只有持本人身份证去柜台才能查到汇款人的银行信息。很显然，线索断在了这里，但没有完全断开。汇款时间和闷葫芦每周外出打工的时间很接近，所以这些钱很有可能跟闷葫芦周末的兼职有关。这份兼职肯定不是家教。什么样的家教能1个星期赚5000？闷葫芦是不是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啊？
那时候，我脑子里有了这样的想法：什么工作能让一个大一的学生一个星期赚5000？贩毒、诈骗、盗窃。我越想越觉得离谱。从银行回来，我没把我调查到的事情告诉另外2个室友。我不是不相信他们，只是不希望闷葫芦做的事情被更多人知道。也许这是不光彩。闷葫芦已经死了，就别让他死后的名声更难听了。6月初，第1学年已经快结束了。各科的老师已经布置了期末考核任务，我这个专业的考核要求尤其严格，所以我们一伙人扎堆在寝室里忙忙碌碌。大学里的作业，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自己做的，有可能是找有经验的同学帮忙。讲实话，我们3个都不是爱学习的主，平时的一些作业，大多是拜托闷葫芦帮忙。他虽然不是我们专业的，但一通百通，作业的完成度非常高。想不到我们第一次缅怀他，居然是想念有他帮我们做作业的日子。说来也巧，当时我从这个点联想到了一个线索。曾经有一天，闷葫芦的班有课，我们班没课。课上闷葫芦没带电脑，可他又需要电脑里的一份文件，就打电话找我传给他。当时他把他电脑的解锁密码发给了我，就是这个解锁密码让我想到继续追查的方向。生活中，很多人设置密码的习惯是把锁屏密码、QQ、微信密码都设置成同样的数字。我现在知道闷葫芦电脑的锁屏密码，就有可能通过这个密码打开他的微信和 QQ。抱着这样的想法，我立马打开 QQ， 找到闷葫芦的 QQ 号，又找到他发给我的电脑密码。我尝试用手机登录他的 QQ 账号，结果轻而易举的就登录成功了。QQ 的信息都是云端同步，聊天记录一查便知。但他不是会员，只能保存1个月的聊天记录，但这就足够了。看完聊天记录后，我不禁感叹，闷葫芦不愧是闷葫芦。QQ 聊天对象总共也没几个，也不在班级群里聊天，别说是什么线索，就连稍微隐私一点的对话都找不到。我知道 QQ 对他而言不重要，所以我准备把目光放在私密性更强的微信上。我用同样的方法登录微信账号，结果成功了。微信登录成功后，还需要验证身份。这里有3个选项：扫2维码验证、邀请好友辅助验证、短信验证。很显然，第1和第3个方法对我而言并不适用，只有这第2个方法是最合适的。我们寝室另外2个人都是他的好友，正好可以实现好友辅助验证，所以我借来他们2个的手机，完成了验证步骤。事后又删除了辅助记录，把手机还给他们。一套流程下来，我成功登录了他的微信号。微信这个软件和 QQ 完全不同，它的聊天记录基本不绑定在云端，只储存在你原先的手机里。所以，即便我登录了他的微信号，里面也没有任何聊天记录了。想看到聊天内容，就只能用他原本的手机。可是警方在调查的时候就已经说了，闷葫芦的手机已经被格式化了，他的手机里已经没有微信的聊天记录了。不过，我并没有因此气馁，因为我清楚，除了手机之外，他的电脑也登录过微信，那些信息应该也同步到了电脑里。闷葫芦的电脑已经被他的父母带回家里。老实说，如果不是当时我太想知道这个谜团的答案，我也许会直接放弃追查，然后把这张银行卡里的钱全都汇给他的父母，就当这件事情过去了。可我没有，我以闷葫芦同学的身份联系了他的父母，已在闷葫芦的电脑里有我和他共同制作的文件作业，希望他们可以把电脑寄过来，可以是到付，等用完后再寄回去。叔叔阿姨都是讲道理的人，在加了微信确认身份以后，我成功在第3天的时候收到了闷葫芦的电脑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他的电脑，用手机扫码的方式登录了电脑微信，成功查到了他电脑里的微信聊天记录。他微信的聊天对象不多，很快就能筛选出一个备注是某某家教的账号。这里就不说账号的名字了，大家只要知道这个是家教工作的联系方式就行。我看了下微信聊天的内容，发现那边是一个高2的女生，她们之间的聊天内容也很正常，确实是探讨学习。女生偶尔会发一些自己的自拍照给闷葫芦，照片里的女生还蛮好看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家教的工作每周都会以微信转账的方式结款300元，到现在她的微信账户里还有600多呢。我开始意识到，银行卡里每个星期额外汇款的5000元跟家教工作没有关系。我不敢去联系这个女孩，因为这是闷葫芦的账号，她已经死了。一个死人是不该给活人发消息的。线索在这里又断了。追查到这里，我觉得事情越发奇怪。他每周末确实是去做家教的工作了，但从家教工作的聊天记录来看，他周末每天只工作2个小时。那他为什么周末晚上不回寝室呢？也许他家教工作结束后还有额外的工作，是一份能让他一个星期赚5000元的工作。从我发现线索断开后，又过去了2天。在今天的午饭时间，我们听见食堂隔壁桌的同学在议论闷葫芦上吊的事。他是借了网贷，还不起才自杀的。他是被校霸欺负，不堪折磨才自杀的。他是被同学排挤，忍受不了才自杀的。他是被室友欺负才自杀的。
说什么的都有，但我们三个像是达成了默契一样，不管听到什么都不去搭话，甚至很忌讳提到这些事。毕竟我们现在吃午饭用的钱全都是学校给的，哪敢乱说什么话呀？可能是那些风言风语让其中一名室友联想到了什么，他支支吾吾了好半天，像是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，才张口跟我们说：“我跟你们说，在你俩去找宿管的时候，闷葫芦的电话响过。”我一听，忙问：“电话响过？谁打的？”那室友摇头，只是说手机在口袋里，我没敢去掏，但是他裤子透光，我看到来电的人是2个字的。我听完捏住下巴，忽然意识到，也许和闷葫芦联系的那个人不是通过 QQ 或者微信，而是电话联系。既然是电话联系，想调查就必须用到他的手机。可是他的手机已经格式化了，哪有可能查到什么呢？或许黑客可以，但我们都是传媒专业，哪会那一套？所以我也没多想，干脆就没再去管这件事。那之后，所有的线索都断了。我把闷葫芦银行卡和微信里的钱先全部转到了我的银行卡里，又以匿名的方式全额转给了闷葫芦的父母。我知道已经查无可查，我只是个普通的学生，又不是警察。再说了，就算我是个警察，单凭一张银行卡也算不了证据。就算能作为证据，闷葫芦自杀是事实，客观上来讲，如果没有其他外力介入，就不会改变自杀这个既定事实。所以我几乎放弃了调查。那张银行卡和纸条就和我其他的银行卡一起装在卡包里。事情的转折是发生在大4实习的时候，对，就是事情发生的3年后。我们已经完成了大学校园里3年半的学习，马上就要出社会实习了。当时我是因为校园卡的流量套餐离开校园后就不好使了，所以去营业厅准备办一张新的流量卡，就是当时很火的 X 网卡。办理这个卡的时候，我特地问业务员：“你好，我现在这张卡里的联系人能不能转移到新卡里？”业务员告诉我，现在的智能手机都会把联系人默认储存在手机里，不是储存在电话卡里。我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只是哦了一声，起初我也没有联想到别的地方。后来一出营业厅，脑子就像是通电了一样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当年的事件中还有一个线索非常重要。当时那个室友说，在我们去叫宿管的时候，闷葫芦的电话有来电信息，而且来电人姓名是2个字的。也许你们还没想明白2个字哪里重要了。还记得警方怎么说的吗？手机已经被格式化了。一个格式化的手机里面联系人的数据也应该消失了才对，即便有电话打进来，也应该只是一串数字了。但在来电之后，室友看见的是2个方块汉字，那可是联系人的备注名啊，所以这个名字极有可能是储存在手机卡里的，所以才能在手机格式化后继续显示。线索没有中断，一想到这，我的心跳就变快了。老实说，其实3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过追查真相，所以当我发现这个线索后，直接放弃了下午的面试，顺着当年记下的地址，坐了下午的动车去了闷葫芦的家里。我在门口等到叔叔阿姨下班回家，他们看到我后，先是愣住了，在知道我是闷葫芦的同学后，也表示欢迎。进屋后，我也没有拖泥带水，直接就问他们：“叔叔阿姨，闷葫芦的手机你们还保存着吗？”2人一听，面面相觑，脸上流露出复杂的神情。阿姨说：“还存着。”我忙说：“能拜托您把手机里的 SIM 卡给我看一下吗？”阿姨一听，愣住了，说：“你要一张废卡干什么？”我撒谎说：“我当初有一个很重要的号码，现在不记得了，他的手机里存过，我想看一看。”阿姨听到这，便说：“好吧，给你看看，不过肯定是没有的，他的手机卡里没存电话。”说完，阿姨从一个小盒子里找到闷葫芦的手机，仔细一看，那盒子里全是闷葫芦的遗物。我拆下手机卡，塞进自己手机里看了下，如阿姨所说，这真的是一张没有记录任何电话号码的空卡。各位是不是觉得线索在这里又断了？错，这张没有任何电话的空卡就是最大的线索。就是这张空卡，让我这4年来无数次的联想回顾，顺利拼接成一张大网。今天我有了一个答案，但这个答案真的让我觉得可怕。大家可能有点迷糊，且听我娓娓道来，让我把关于那几年前前后后的分析全部告诉大家。首先，最开始的，在监控画面里，闷葫芦在寝室门口站立的那10多分钟里，他曾经掏出过手机。虽然监控上看得不仔细，但能确定的是，他短短几秒做的事情绝对不是格式化手机。做过手机格式化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手机格式化的时候会黑屏，但当时监控上他翻弄了一下手机屏幕，看了下消息，就把手机塞回去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手机还没有格式化，功能还是完善的。在后续的监控画面中，他也没有掏出手机。时间回到闷葫芦上吊的早上，我们去叫宿管的时候，闷葫芦口袋里的手机亮了，并且来电显示透过裤子隐约可以看出联系人是2个字的。可是闷葫芦的 SIM 卡里没有记录任何号码，这个来电信息的备注只可能来自手机自身，就是说手机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被格式化。之后校方的领导来了，我们3个被带出来，2个书记对我们问话，校长和后勤部长则进去寝室。
中间没有其他人进过寝室，一直到最后警方介入，手机忽然就被格式化了。我不怀疑警方的手机格式化说法，因此我现在能怀疑的只有当时进入寝室的校长和后勤部长。手机是在他们进入寝室的期间，经由他们2人其中一个的手被格式化的。我只能这么想。分析到这里，我感觉害怕，特别害怕。我怀疑是自己想多了，或者是不是那位室友看错了，但任何的推辞都无法劝说我。我依然坚信我此刻的判断，所以我决定继续查下去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3年，但有些事情依然让我无法释怀。我打算先去找后勤部长，有2个原因。第一是，在校4年来，我没少和后勤部长打交道，他给我的感觉不坏，是个很正经的老师。第二是，因为那通模糊显示的来电备注，那个备注是2个字的，而校长就是2个字。我进到后勤部的办公室，去到最里面的那张桌子。因为4年来私交不错，所以后勤部长见我来了，也笑脸相迎。怎么啦？别的同学这个时候应该在到处投简历，你怎么不急？已经找到好工作了。我看着后勤部长，只开口问，可能有点唐突，但我想问一下，大一的时候闷葫芦上吊的事情，你还记得吗？后勤部长明显没什么抵触情绪，答道：记得。其实大学里死人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，但他是上吊死的，还是在有人的宿舍里上吊死的，这种事情上面比较关注。我见后勤部长反应不错，便直接问，我想知道当初您和校长一起进去寝室里面做了什么。这个问题一问出口，后勤部长就看了我一眼，小声和我说，你怎么忽然问这个？我撒谎道，我东西少了，当时用不到就没在意，现在想想蛮重要的。后勤部长还是小声的回答，东西少了你还怀疑到我和校长头上了。我们2个当时进去没动你们的位置，校长当时在看遗体，我当时在翻死者的桌子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毒品。我一听，问为什么看有没有毒品？一个大学生好好的，干嘛上吊自杀？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他吸毒或者碰了致幻药物。所以你去检查他的桌子床铺，校长去检查遗体的随身物品。后勤部长点头，是，你快毕业了，这套流程跟你讲讲也没事，你只要知道东西不是我们拿的就行了。好的，麻烦您了，我再回去找找。我得到了想要的答案，于是很快就脱身了。后勤部长的说法让我更确信这件事情和校长有关系。很显然，我没什么本事去调查校长，可我知道如何确定校长和闷葫芦之间的联系。既然闷葫芦的银行卡里有转账记录，那只要确定汇款的银行卡是对方的就行了。如果这是真的和校长有关，我相信他也不会傻到用自己的银行卡。那张银行卡很有可能是他运营灰色产业的银行卡。眼下，我只是需要一个线索。我们这个学校的校长并没有多检点，平日里滥用职权的事情没少做，只要我以买学历的方式入手，就不难搭上这条线。我前前后后花了1个星期摸索路子，成功找到了可行的办法。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假，但是在早几年的时候，大学卖学历不是什么奇怪事。我当时通过学校附近一家做学历教育的店，很轻松地搭上了学校这条线，又拿出了当时身上仅有的几千块钱，凑了个整数，以5000元的价格作为敲门砖，取得了学校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。一共取得了4个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，我一个一个的对照，果然有一个银行账户和当时给闷葫芦汇款的账户一样。调查到这，我想答案差不多已经浮出水面了。闷葫芦当年一直在做的，恐怕就是虚假学历的买卖。校长可能是闷葫芦的上线，这每周5000元的汇款，大约就是闷葫芦赚取的中介费。所以闷葫芦自杀后，校长才会那么急着去把闷葫芦的手机格式化，因为按照警方的流程，是会调查死者生前一些信息的。一旦调查，必然会从手机里查出校长和闷葫芦之间的联系，那样买卖学历的丑闻就暴露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有一种释怀的感觉，可这种释怀的感觉并不真实，就好像我在自我欺骗一样。大家或许觉得没什么问题，但我毕竟追查这件事情足足3年了。3年来，我觉得我比闷葫芦自己还更了解他。只是买卖学历而已，怎么会让他产生自杀的念头？难道说他真的是因为抑郁症自杀？如果是因为抑郁症自杀，那他为什么把银行卡和密码留给我？不是应该直接转账给他的父母吗？我觉得事情也许还有更深的真相。老实说，单单掌握这个银行账户，我只能确定这事情和买卖学历有关，但我还不能证明这个事情和校长有关。因为这个银行账户是不是校长的也很难说，毕竟没写名字。所以我假装自己是个想买学历的专科生，打通了那边的电话，但电话没打通，被挂断了。然后我就收到了那边的短信，别打电话，短信联系，传媒专业10万，财经专业15万，法律专业20万，先交1万保证金，给你安排教务工作。短短一段话，快的就像是复制粘贴。买个学历随随便便就要10万，我没有这么多钱，但我有自己的方法。我去到校长办公室门口，我知道半个小时后是学校的例会时间，例会开始前，校长会在办公室里，所以我敲门，进来。我推门而入，校长抬头一看是我，有些奇怪，
你是，我对你有点印象，你是。我不紧不慢地说，我是闷葫芦的室友。一提到闷葫芦，校长的脸有明显抽动的反应。我感觉自己找对了。校长推了下眼睛，问，对，想起来了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一边装模作样的说话，一边把手插进口袋里，按下了早就准备好的通话键。哦，我马上要去实习了，希望您能帮我推荐一些好的单位。在我说话的时候，校长的桌子发出了手机震动的声音。我看了眼，不是他桌面上的手机，就看见他打开抽屉，掏出抽屉里的手机，按了下挂断。然后我口袋里的手机也停止了拨号，抱着确认一遍的心态，我又按了一次拨号。果真看见校长刚放进抽屉的手机又发出震动。校长不耐烦地立刻挂断，口袋里的拨号也停止了。这下我确定了，但确定这个也没什么用，只是让我确认了校长真的在买卖学历，以及那每个星期都会转账给闷葫芦的银行账户确实是校长的。校长把手机放回去，然后跟我说，找工作这种事情我是不好插手的，如果都要校长推荐工作，那校长的权威呢？以后我的工作就难做了。我听完假笑道，也是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说着便鞠了个躬。弯腰的时候，我看见了校长桌上的相框，那是他的全家福，校长夫人大儿子和一个小女儿。这个小女儿和闷葫芦家教工作中的那个女孩长得一模一样。我怕自己认错，特地回去看了眼当年的聊天截图。不管反复看几遍，校长办公桌上的女孩和闷葫芦的辅导对象都是同一个人。这个时候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这个女孩其实才是我了解真相最关键的人物。时隔3年，我再一次登录闷葫芦的微信账号，找到了那个名叫某某家教的联系人，发了一则消息过去。在吗？那一边，女孩可能被吓到了，她肯定是知道闷葫芦死了，毕竟她是校长的女儿。一个死掉的家庭教师居然还给她发了消息，这得多惊悚，就像是午夜凶铃一样。眼看着微信顶部不断在名字和正在输入之间转换，我知道我确实吓到他了。他踌躇了好久，终于发了一个消息过来。是本人吗？我回应，我是他同学。这个消息发完，还担心他不放心，又发了一条语音消息给他。我是闷葫芦的同学，来找你是想打听个事。听到真人的声音，他才放下心来。你想打听什么？我想知道闷葫芦之前是你的家教吗？是啊。每周都是什么时候上课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在追查闷葫芦自杀的真相。他显然在犹豫，思考了很久，只问了一句，老师不是因为抑郁症上吊自杀的吗？我感觉没那么简单，所以想问问你，他都是什么时候去给你补习？补习地点在哪呢？女孩这次沉默得更久了，干脆就没回我消息。后来我害怕极了，我忽然意识到我太冲动了。他很可能会把这件事情告诉校长，结合我今天的反常举动，校长很可能注意到我了。牵扯到了学历买卖，这背后莫名的漩涡竟让我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危险。回寝室收拾东西，决定今天就离开学校。可就在我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女孩给我发了一长串的消息。每周5、周6、周日晚上7点至9点，地点在滨江花园一带，不能说得更细。一周补6个小时的课，每个课时50元，一周结300元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调查这些事情，但我也不相信老师会轻易自杀。他教我的时候很乐观向上，还鼓励我勇敢面对难题。我不信这样的人会自杀。如果查到了真相，拜托你告诉我。我看到这些文字，只觉得这是个好女孩，她应该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校长。但为小心起见，我又发了一条消息过去。这件事情别告诉你父亲。那边回应好。我想了想，又问他会拖堂吗？女孩回不会，9点钟下课，很准时。可她家教工作结束后，经常不回寝室。不回寝室？不会吧？每次都是我父亲开车送她回学校的，说怕耽误门禁。校长开车送她回来？对，每次都开车送她回学校。我愣住了，如果每次下课回来都是校长开车的话，他们没回寝室，去哪里了？我来到滨江花园一带，思考起女孩的话，如果没回寝室，她干什么去了？这5000元是校长用秘密账户打给闷葫芦的。闷葫芦是校长女儿的家教老师，下了课也是校长开车送闷葫芦回宿舍的。所有的一切都指向校长。老实说，我心里有了一个主观臆测的答案，只是还不敢肯定。我一直蹲点到晚上，看见校长的车开进小区，然后没开出来。等到深夜，我也就没等了，默默地回到了学校。回到寝室，躺在床上，我感觉事情就如我想的一样，但我没有证据，我也没办法找到证据。我脑子里的这个臆测真相，实实在在地震撼到我。经过一晚上，我想了很久，决定就到这里吧，不再追查下去了。如果大家还在等后面的故事的话，就不必浪费时间了，因为后面我确实没有继续查下去。直到现在，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，我都没有再去追查。相信很多人已经猜到了我主观臆测出来的真相。闷葫芦每周末晚上7点到9点都会去给校长女儿补课，
补课结束后，校长会亲自开车送闷葫芦回来，但闷葫芦通常都是第二天白天才回寝室。他的银行卡里每周都会收到校长用秘密账户打来的5000元。如果本该回到寝室的人好几个夜晚都和校长在一起，那么除了肉体交易，我实在想不到别的可能。这也许就是闷葫芦自杀的真相。就到这，点到为止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吧。这就是我要和大家讲述的第2个版本。不必去查，不必深究。有人私信问我，我的枕套是拉链的还是套带的？我知道问我这个问题的人到底想问什么。既然你问了，我也不怕说出来。我的枕套是拉链的，我们整个寝室的枕套都是拉链的。对，闷葫芦自杀那晚，他并不是选中了我，而是因为3个人中只有我的枕头拉链对着床外，他拉开了我的枕头拉链，把纸条塞了进去。老实说，那个时候我被拉链的声音弄醒了，但我没有立刻清心，只是在半梦半醒间徘徊。隐约中，我听到了闷葫芦发出的奇怪的声音，但是我没在意，就那么继续睡去。最后，有人问我为什么我对调查闷葫芦自杀的真相那么执着，甚至发展的像是执念。我会告诉你们，因为那天晚上他把纸条放进我枕头里的时候，我在半梦半醒间察觉到他回来了。我甚至还听到了他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。当时我本来可以阻止他，可我睡过去了。第二天，当我看到监控里的内容，我看到他在走廊里游荡，像一个鬼魂。我难以想象他当时到底有多绝望。同时，我也觉得羞愧。如果我当时起床问他一句，哪怕只问一句，也许他就不会成功自杀，也许他现在也快要毕业，苦尽甘来。所以我把自己带入他的角度，尝试着共情。他去给女孩辅导功课的时候，恰好是周五。他自杀的那天也是周五。他该有多害怕周五的到来啊！给女孩补习结束后，闷葫芦就会面对他最讨厌的事：一个男生，一个男大学生，一个家庭不富裕的男大学生，一个家庭不富裕并患有抑郁症的男大学生。当他遇到了那样的事情，持续了足足2个多月，羞于启齿，又无法反抗，无法拒绝。我想，那个周五他一定很难受，他一定是吃下了1整板的抑郁药物，试图麻痹自己。可那没用，深处的情绪还是吞没了他，他无法逃避，又不敢面对。大约是在这样无限的折磨中，才使他一次又一次地站上窗台吧。我是怀着深深的愧疚，想要去查看这个真相，但如大家所见的，这个真相太离奇了，似乎不查出来更好。时隔多年，我看到学校调任新校长的新闻时，莫名的激动。趁着这个日子，我决定在这里用匿名的方式把这段往事分享给大家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必去查，不必深究。最后的真相，闷葫芦视角。2月底的时候，学工处的赵老师告诉我，食堂勤工俭学的名额已经给了另一个更困难的同学，如果我愿意，可以把我调到图书馆。赵老师和我说，图书馆没什么不好的，又清闲，又能学习。也许在赵老师的眼里，我还没困难到那个地步，只是想在课余时间赚一些外快。但是赵老师不知道，我需要吃药，那种药100元一盒，一盒只有10片，一共200毫克。我情绪好的时候，一天吃30毫克；情绪差的时候，一天吃60毫克。通常用不到4天就会吃光一盒。食堂的工作原本很好，能免费吃饭，还有工资。图书馆虽然清闲，但比食堂的工资少了1倍多。如果我要被调到图书馆，那就意味着我失去了食堂的包餐，还有多出的一部分工资。所以我尝试找赵老师沟通。我去到学工处，找到赵老师。在沟通的过程中，我很紧张，手抓着羽绒服的下摆，头也不敢抬起来。赵老师，是你呀？赵老师，我真的很需要食堂的工作。赵老师的回答也很简洁，名额都已经报上去了，你找我没用。尽管如此，我也必须争取。赵老师，拜托您，我真的很需要。赵老师刚刚打开保温杯，看了我一眼又盖上。顶你位置的那位同学是单亲家庭，但是我……就这样吧，校内外还是有不少其他兼职的，你去找找，不比食堂差。我被赵老师请出来，一个人去到楼梯间。我找了个最偏僻的角落，静静地坐在台阶上，然后从包里取出保温杯，再从口袋里翻出一板盐酸帕罗西汀片。这一板药片只剩2片了。我通常吃1片半，但这次我吃了2片。确认水温不烫嘴后，我把药片放进嘴里，药片跟着热水被我咽下喉咙。随着我的呼吸逐渐平稳，才发现周围原来有那么多人。我就靠着墙坐在台阶上，感觉这些人和我没什么关系。手很冷，握着保温杯的铝皮更冷，眼眶不自觉地红了，烫了，然后哭了。同学，我缓缓转过头，看见了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在拍我的肩膀。同学，你还好吧？怎么坐在思政楼哭？我起身朝他的方向点头致谢。谢谢，我没事。说完我就下楼了。我只是有一些难受，现在已经好了。我不能干坐在这。赵老师说的对，还有很多兼职，不比食堂差。我去找找，能找到的。包吃的工作是最好的，如果没有，至少工资要多一些。我是这么想的。
快到下午上课的时间了，只能下午下了课再去找。我回到寝室，看到3个室友正在3排，平头和眼镜挤在一张床上互相指挥。跟我对床的发哥坐在下面，他看见我来了，提起一份饭递给我。我们在食堂等你半天，你都没回来，我就帮你打了一份。我接过饭，多少钱？要什么钱？你发哥请的，回头作业借我拷贝一份就行。我很想笑出来给发哥看，但是我刚吃了药，头昏沉沉的，笑不出来。发哥察觉到我不对，就问我，你不是去找赵老师了吗？是没办成。我坐回自己的位置。发哥一听，关掉游戏就要出门。赵老师办事不地道啊，欺负你腼腆。你要去找他？他肯定是看你腼腆好说话，那么多人不换就换你，跟你同一个窗口的那个男的，他1周7天球鞋换着穿，不像家里困难的，怎么不换他？说着，发哥就要出门。我想拦下他，但他是篮球社的，一下就没影了。就算发哥现在去闹，也没什么用，按赵老师的说法，名单已经报上去了。眼下我还是应该去找一份别的兼职。吃完饭，我在学校周边的贴吧社群里发了找兼职的消息，然后就静候消息。大约过了10分钟，到了上课时间，我抽出课本离开寝室。出门没多久，在楼道里，我接到一通电话，是本地的。我低头接通，喂，你好，同学你好，我在给我女儿找家教，一个课时50元，补周5、周6、周日晚上的2个小时，你方不方便？家教？是的，我方便。我一听到家教的兼职，很高兴，那大概是最适合我的工作了。那头的人继续说道，今天是周5，你晚上7点能不能到滨江花园来？咱们是一节课。是课也有课时费。好，下课后我没回寝室，去外面简单吃了碗面，就坐公交出发了。我按照电话里说的地址去到滨江花园，然后回拨电话，按照电话里头的男人的指引进入了男人的家里。他家很大很气派。进门后，我看见那个男人站在门口迎接我，他就是我今天中午在思政楼遇见的那位。那个男人看着我道，同学你好，快进来吧。我看着地上为我提前准备好的拖鞋，问道，您是？我是你们学校的校长。我很慌张。校长？别紧张，我家里确实有一个女儿，她确实需要一个家教。说着，他指着屋内的方向。我抠抠脸颊，穿上拖鞋，跟着校长进到了他女儿的房间。校长跟他女儿简单介绍了一下，我就走了。我就坐在女孩旁边。她今年高2，今天本该在学校上晚自习，按她的说法，是校长忽然把她叫回来的。我有些抱歉，感觉校长是为了给我这个兼职的机会，才把他的女儿叫回来的。大概是中午的时候，校长和赵老师聊过吧。我这么想着，心里对校长很感激。高2的学业很紧促，他几乎一刻不停地在复习。在给他温习功课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刻意回避着所有的主观题，反而对那些有固定答案的问题总能对答如流。我看着这个女孩，觉得有点可怜。明明是花一样的年龄啊，却一头扎进课本里死记硬背。可仔细想想，我有什么资格可怜她呀？因为是第一次补课，我只是了解了一下女孩的大致水平。以女孩现在的学业，考一本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对她而言，真正需要困扰的，仅仅是能不能冲击985和211。我能做的，就是让她在主观题上多拿一点分。第一堂课中规中矩的度过。到了晚上，我准备离开，校长却拉住我，他说，我开车送你回去吧，别耽误门禁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挠脑袋。不好吧？在路上我和你交代一点事情。校长这么说了，我就没有拒绝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坐在副驾上。校长说，你的情况我听赵老师说了。我只是点头，没做声。校长接着说，你成绩很好，我女儿就交给你了。到时间你来上课，但是不能告诉别人。我明白，大学生去校长家做兼职，这是很容易落人口实的事情。对外我只说我在做家教。好孩子，你自己也要好好学习，将来出了社会，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我听了这番话，有点感动。回到寝室，室友们都问我去哪了，我只是简单的回复他们，打工。找了份家教的工作，周末工作，工资不低。说到这，几个室友都替我高兴，我也感觉生活在慢慢变好。第2次上课，我看了眼他第1次周考的试卷，他靠着死记硬背拿下了大部分的基础分，但在需要动脑的主观题上，却总不能发表出自己的看法。我和他沟通过，他的回答也让我很意外。我不喜欢主观题，早2年我学鲁迅的雪，文中描写暖国的雪松散，我认为是不团结，不能拧成一团，课文原意却是不卑不亢不勾结。什么是主观题？就是强迫你承认标准答案就是自己的主观。他的回答让我无言以对，因为我也认同他的说法。常有作者自己写作的内容被出卷老师无端臆测的情况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谁又能说主观题是一种主观呢？第3次上课快结束时，女孩忽然对东张西望的我说，你不好奇为什么家里只有我和我爸爸？我皱眉，其实我好奇过，但没好意思问。女孩说，我妈妈去年就走了，他们没离婚，
但我妈妈就是搬出去了。她让我好好读书，不让我见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她面无表情，也毫无感情，像在读课本上的阅读。我眼中的她，身上好像缺乏了这个年纪的女孩应有的快乐，就像当初刚患上抑郁症的我。第3次上课结束，我还是坐校长的车回学校。他通常把我送到校门边的路口，剩下的路就让我自己走回去。这次他把我送到校门口，没着急让我下车，他把我留在车上，拿给我一个袋子，里面是一个运动鞋盒。这只是我和校长的第4次见面，不敢收这样贵重的礼物。我不能要，以后我女儿就要拜托你了，拿着，早点回去。校长把鞋盒塞到我手里，然后从驾驶位上伸开身体，撑着手打开了我这边的门。我没想太多，只是觉得受之有愧，但校长没给我拒绝的余地，所以我收下了。谢谢校长。回到宿舍，躺在床上，我收到了女孩给我的转账，300元。不得不说，家教这份工作真的很轻松。药快吃完了，这300元用200元去买药，剩下100元，明天中午请舍友们去吃饭吧。他们对我很好。周2的时候，年级组分发下来了几个入党积极分子的名额，我们班分到了2个。我不敢奢求，我在班上不常说话，和同学们关系也不好，这个积极分子的名额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。事实也是如此，这个社会大概就是这样的吧，有才的不如多干的，多干的不如会说的。最后的结果也如我所想，这2个名额给了和我们班导走的最近的2个女孩子。有点难受。今天吃2粒吧。周5的时候，积极分子的名单报上去了。奇怪的是，老师忽然找到我，他跟我说年级组那边把名单改了，积极分子的名额有你。我当时除了惊喜还有疑惑，因为我不明白，好端端的为什么会改给我。当晚，我第4次去给女孩上课，5天没见，女孩依然是一副严肃的表情。校长今天正好去应酬了，不在家，我就想着除了上课，也许还能做些别的事情。我扭头看向女孩的书柜，上面有好几本王尔德的书。我听说过王尔德，他的作品号称看完必哭。我拍拍女孩的肩膀，她抬头疑惑地看着我。我指着书柜里的《夜莺与玫瑰》，问：你喜欢王尔德吗？提到王尔德，她有了点精神。见她这个反应，我就问她，那本书能借给我看看吗？夜莺与玫瑰，一个男孩跟女孩表白，女孩说：你给我一朵红玫瑰，我就嫁给你。男孩在大学里找啊找啊，只有遍地的白玫瑰，哪里才有红玫瑰啊？他找啊找啊，就是找不到。一只夜莺听到男孩的期许，受到感动，他来到一朵白玫瑰前，把自己的胸口撞向荆棘。在大雪中，夜莺轻唱，像在歌颂爱情。白玫瑰吸取着夜莺的血液，终于在夜莺的歌声停止时，盛开成为一朵红玫瑰。男孩顺着夜莺的歌声找到了红玫瑰，他开心地将红玫瑰带给女孩，女孩却因为男孩的贫穷拒绝了他。男孩生气地将红玫瑰摔在阴沟里，由着车轮一遍一遍地碾过。这个故事好凄美啊！我看完《夜莺与玫瑰》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下。因为这本书，我今天忘了吃药，但是我一点都没有不舒服，反而在回味中睡着了。第5次上课，在快结束时，我和女孩聊起了《夜莺与玫瑰》，这是她第1次笑着和我说话。她说她为夜莺的牺牲感到惋惜，为男孩和女孩的行为感到不耻。她说如果让她来写这个结局，她会写女孩依然为了金钱拒绝男孩，但男孩会珍惜这朵红玫瑰。我从她眼睛里看到了光，希望你可以做你笔下的男孩。我这么对她说。第5次补课结束后，我把《夜莺与玫瑰》还给了她，她又借了我另一本英版的《道林格雷的画像》。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一个英俊的少年。这一次还是校长开车送我回去的。车开到一半，在等红绿灯时，校长的右手离开方向盘，把手放到了我的大腿上，轻拍了2下，然后问我女儿的学习最近怎么样。我的注意力都被校长的手带走了，对校长的问题，我下意识地回答：很好，她一直很好。校长似乎不在意，又继续说：你成绩不错，没有迟到早退，积极分子却没有你，我让年级组那边把你的名字加上去。他的手开始从拍打我的大腿，转变成在我的大腿上来回摩擦。我咽了口口水。谢谢你。校长的手开始停在我的大腿上，开始捏着我大腿上的肉。你应得的。强烈的不适感让我感到难受，但我身边没有药，我只能大口呼吸，指着前方的红绿灯说：绿灯了。校长愣了一下，然后把手抽走，继续开车。到了学校附近，要下车了。我推门下车，校长忽然拉住我的手，说：明天记得来上课。我看着车里的校长，感觉他的周围出现了一些黑线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点头。校长松开手，开车走了。他的车开到很远以后，我才敢移动。我背着包，慢慢地移动到路边花坛处，转身坐在花坛外的砖块上，看着车来车往。这些车在我眼里变成了一条条拖长的光线，起初是霓虹灯的颜色，然后变成了灰白。我看着，慢慢地把头埋进了手臂间，大约是在哭。我悄悄地回到寝室，脱掉校长送我的鞋子，
在我的柜子里把新买的药拿出来，拿了2粒，觉得不够，又掰了半粒。不管冷水热水，把药放进嘴里就喝下去了。我的大脑一片漆黑，目光所及之处都是黑色。我觉得校长好像不太对劲，只去明天一次，拿到300元的课时费就不去了。我暗下决心。刚吃了药，我的思考变得迟缓，不知道室友有没有找我。我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从书包里拿出那本书，道林格雷的画像，就那么开始看起来。道林格雷的画像，格林道雷是一个拥有盛世美颜的少年，画家看见了他，想要为他画一幅自画像。那幅画像比一面镜子更能显示出格林道雷的美。少年看着自画像沉迷，后来少年疏远身边所有的人，他施暴，他杀人，他逐渐变得面目狰狞。再后来，他再去看自画像时，画中的他变得无比丑陋，他无法接受那么丑陋的自画像，于是掏出刀子刺进画里，但是那把刀原来刺进了少年自己的胸膛。人们在看到这个现场时，发现地上的人面目狰狞，墙上的画光彩依旧，这分明是歌颂美德的作品。可我却想到了别的东西。校长对我很好的时候，我也觉得他和道林格雷一样，像是美好的化身。可我眼中的校长正在像那幅自画像一样逐渐丑陋。第6次去上课，我显得很木讷，好几次女孩提出的问题，我都没能第一时间解决。女孩觉得奇怪，就问我：“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我不能说是因为你的父亲，她是个好女孩，不知道这些事情就好。没有，没事。然后，校长推开了房门。他对我说：“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”我跟他走出这扇门，回头看了眼女孩，给她一个笑容吧，然后也给自己一个笑容吧。啊，这大概就是地狱吧。已经是第2天了，我带着自己的衣服从一家很简陋的宾馆里走了出来，手上拿着道林格雷的画像。我还记得昨天的事情，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车辆，同样的人。在回学校的岔道口，他接了一通电话。哦，好，你等我，我马上来。他挂断电话，扭头对我说：“这里有一份要紧的文件，你陪我去拿一下。”我心里一紧，没敢多想。然后他把我带到一家宾馆的楼下，他把公文包丢给我，对我说：“跟我上去。”我没有想太多，他毕竟是校长呀，我只是帮他拿公文包，应该没事吧？怎么可能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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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进了房间，根本没人。他推了我一把，他锁门了，他过来了，他抓住我了。啊，这就是地狱吧？好难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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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难受。为什么偏偏是我？最后的真相，行为艺术。这是我坐在电脑面前最后一次更新这个故事。从发表这个故事到现在更新，已经有1个月了。这个故事目前在各个平台的总阅读量已经破1000万。各位都在关注闷葫芦的事情，在网络上寻找闷葫芦的原型背景。有担心我的，有心痛闷葫芦的，有提出质疑的，有感同身受的。我看到了几万的网友投入寻找真相的大流去。今天我就告诉各位真相。其实这个故事没有原型，如果有，那就是网民和媒体。各位也许听得云里雾里，但经过我简单解释，大家也许就懂了。我一直在关注时事热点新闻，但我发现除了主流媒体以外，这个网络上充斥着大量无法监管的自媒体。前段日子有一个寻找亲生父母的男孩，他在获得全社会的关注后，默默地留下了一封遗书，然后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和朋友吃饭聊起这件事，我问他为什么他被全社会关注后还是选择离开。他说，被关注不代表被帮助，互联网上更多是看戏的人，那孩子是被活生生看死的。这句话变成一根针插进我的咽喉，我无话可说。后来我去查看刘学周的账号，评论区里一片欣欣向荣，所有人都很和蔼很温暖。我活像是鲁迅，从字里行间看出了痴人。分明早先有人骂他心机婊、忘恩负义，靠卖惨博取同情，如今都删得干干净净，寥寥无几记住这件事的人也淹没在了时间里。这件事成了互联网没有记忆最好的证据。我知道骂他的人里起头的肯定是水军和机器人，肯定要骂呀。如果不骂，如何炒起话题？如何让更多的人关注？如今的网络需要的不就是争相讨论的话题？只要有人讨论，就会有用户，就会有流量。可是随着时间长了，骂他的就不只是机器人和水军了，还有你们中的一些人，不明真相的吃血群众。吃血群众只是在看戏，看得情到深处，不必去了解真相，都觉得他是个坏人。众人骂了，我跟着骂，我便也是拿起手机的正义之士，我便也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，我便随真理一同永恒，一同不朽。还有摇摆不定的爱心人士，我理解你们，你们是被这个互联网骗怕了，你们不得不将自己的爱心封装起来，更冷静更理智地去看待问题，常常是等到无可挽回时才后悔自己的踌躇。
而那些自媒体，单论他们影响的民众，已经超过很多官媒了。了不起，伟大。我想，吃血群众其实根本不关心真相。吃血群众看待男孩的故事，就像是看一本网络小说，沉迷其中的情景，找到自己的立场，振臂高呼，宣示自己的愉悦。那些本该被互联网帮助的人，他们苦难地生活在互联网的传播下，成为的是我们眼中更高级的网文和剧本杀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能让诸位产生情绪的波动，能让诸位发出啊好压抑呀、好可怕呀、好惋惜啊之类的话语，那事件的真假其实无所谓，只要这个故事足够博人眼球，足够无可挽回，大家就会喜欢吧。我这么想着，决定让大家看看互联网的缩影。我决定让自己成为那个控制真相的自媒体，让民众们感受一下所谓的真相。我开始写了，我用最真实的口吻，多次的试验，不断的修改，终于写出了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就是诸位开篇看到的故事，一个已经无法挽回的隐藏的悲剧。这就是闷葫芦的故事。写完这个故事，我把故事放在各位的面前，我让人们去看这个故事，去猜测这个故事的真相，去网络搜索这个故事的原型。超过1000万人阅读，近100万人都很关心这个其实不存在的真相。他们有的打开地图去搜索文中的地名，有的遍访学校询问有无此事，有的干脆把自己的猜测搬上网络，无端的怀疑清白的人，坐在电脑面前看着一个个人向他发起私聊。我产生了对互联网庞大流量深深的恐惧。我标注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呀，我一直都在告诉大家这个故事是假的呀，没人相信我，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我为了自保说出来的托词。站在这个角度，我既高兴又难过。我高兴这些人对自己的关心，我难过这些人只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，而不在乎真相，更别提真相之后的后真相了。大家都在看闷葫芦的故事，好像看到了结局，但我其实根本没有停过笔。各位都是我笔下的人物，这就像是一场小型的行为艺术。我是把控真相的媒体，你们是一大群不知道真相的网民。除了我们2个群体之外，还有第3个群体，那就是少部分知道真相的网民。我在创作完这个故事后，会精心挑选一部分读者，他们有的是宝妈，有的是大学生，有的是老师，有的是其他自媒体的编辑。我会把真相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这个故事是我编造的，然后让他们站在知道真相的人的角度去看后来者。一波又一波的新人了解到闷葫芦的故事，我和那些知道真相的读者，看着他们在评论区里留言，在网络上奔波，看着他们一次次否定我亲口说出的虚构，看着他们投身虚幻的网络。一些知道真相的读者也害怕了。一个男生告诉我，他也对互联网产生了恐惧。我只说相信光，所以不断有人问我，最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我删除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我每次都说不可公开，你越界了。整个故事就是一场行为艺术，所有阅读这个故事的人都是我笔下的一个人物。我很喜欢罗翔老师的一句话，在互联网时代，我们太习惯掌控人生，只要有手机、有 WiFi、有电量，就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最后的最后，我想用一段已经很俗套的网络段子来结尾。你看清楚是谁杀了你吗？没有，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，在圣光下，我看不清他的脸。没有，他躲在手机屏幕的后面，我看不见他的脸。